6月17号，正在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由于中东局势紧张，他必须尽快返回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同时返回华盛顿，提前离开七国集团峰会。什么事情让特朗普行色匆匆？与此同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称，由于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的领导人晚宴后离开。返回美国的特朗普立刻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考虑是否介入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为何会在此时考虑介入伊以大战呢？大家好，我是大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美军对抗中东战况的态度。自以色列对伊朗发起雄狮崛起行动以来，伊朗军事实力折损不少。就目前战果来看，虽然美军未参战，但以色列已经上演了教科书级的斩首行动，连革命卫队最高将领都没能躲过摩萨德的情报网与以军的催命符。反观伊朗的报复性攻势，以色列的政治军事中枢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双方的损失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那美军为何还要介入？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当初在福尔多建造离心机设施时，就已经考虑到以色列今日的打击行动。他吸取了1981年以军空袭伊拉克的教训，将福尔多核设施建在了山体内部，预防以军的攻击。2023年3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是指出，福尔多基地的铀浓缩纯度已经达到 83.7%， 非常接近制造核武所需的 90% 浓缩标准。其实说到底，这里才是伊朗核研发的核心所在地。只有摧毁了这里，以色列才能达到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的目的。不过以色列缺乏能够摧毁福尔多铀浓缩设施的碉堡克星炸弹与大型轰炸机，因此自从以色列开启对伊朗的攻势后，内塔尼亚胡多次向美方提出参与摧毁福尔多核设施的构想。毕竟福尔多的核浓缩设施位于90米深的地下，只有使用美国的巨型钻地炸弹 GBO 武器才能完成，而能携带该炸弹的轰炸机只能由美国 B2 轰炸机完成。这就解释了特朗普如此重视的原因了。毕竟在这之前，他总是表示不会介入以伊冲突，但据以色列第14频道最新的报道，特朗普计划在未来几小时内签署法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对于该报道，美国军方暂未回应。随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茨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已经摆在桌面上，剩下的问题是伊朗是否会接受。但同时他还说，美国正在中东地区部署更多军事力量，以强化在这一地区的防御态势。更多的军事力量就是上篇视频中提到的飞往欧洲与中东的30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另外，美军在18号又起飞了20架空中加油机飞往中东，并有最强大的第5代战机 F-22、F-35 和大量的 F-16伴飞。根据媒体报道，这批飞机部署在了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此时聚集到中东的军事力量已经完全碾压伊朗海军。咱们说回特朗普，17号下午，他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以色列与伊朗正在持续的军事冲突。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正在考虑一系列选项，包括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报道说，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安团队成员商议对策，会议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会后暂时没有发布更多会议内容，但第一时间提到了中东美军基地的战备等级。据 CNN 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召开国安团队会议之前进行了通话，想必这会影响会议讨论的结果。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对媒体表示，我没有太多心情与伊朗谈判，并称他针对伊朗的目标是结束，真正的结束，而不是停火。18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紧随其后发布声称，必须强力打击以色列，永远不会妥协。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巧。另一边的以色列也没有放松警惕，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警告，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中部和北部响起了防空警报。此轮袭击已经是这几天以来的第11轮袭击。不过伊朗军方没有披露具体袭击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在此前的10轮袭击中，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大约450枚弹道导弹，平均每轮的数量超过40枚。而根据以色列 Walla News 网站的报道，
在伊朗的第10轮袭击中，仅发射了大约10枚弹道导弹，伊朗的反击正在减弱，远没了过去几天的强度，而以色列的进攻却能够精准地命中目标。6月17号，以空军打击了伊朗国家电视台。以色列防长卡茨在 X 上宣称，本次空袭是对伊朗政权的宣传和煽动广播部门进行打击。除此以外，以色列空军还轰炸了一些其他目标，包括在德黑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里的2架 F-14熊猫战斗机。迄今为止，除了伊朗防空系统的零星反击外，尚未看到任何公开报道或可视证据表明伊朗空军的战斗机参加了防空拦截作战。伊朗空军的无所作为让以色列空军更加顺利夺取了伊朗上空制空权。从公开报道来看，由于伊朗防空威胁的削弱，以色列战机的挂载出现了明显变化，空地导弹和较为昂贵的 Space 1000等制导炸弹的数量减少，开始使用更加便宜的 GDAM 制导炸弹，后者单价仅为几万美元，这让以色列的空袭成本变得更低，也表明伊朗防空网的状况已经很不乐观。在较为充分制空权的保障下，以色列战机在伊朗上空的活动堪称肆无忌惮。以色列国防军宣称，截至目前已经打击了约100个伊朗军事基地，摧毁了超过120个伊朗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器，约占其总数的1/3。此外，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受到重创。路透社报道称，因为遭到了以色列空袭，伊朗最大的天然气田南帕尔斯已经部分停产。南帕尔斯位于布什尔省以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为伊朗提供了约 70% 的天然气供应。伊朗年产天然气约25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产量的 6%。但以色列能够达成如此完美的进攻，与摩萨德的渗透密不可分。6月16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人的袭击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外部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伊朗内部的渗透者实施的。以色列军方的声明也证明了这点。已经被干掉的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阿里·萨德马尼、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等20余名伊方高级军事指挥官被袭击事件中都有摩萨德特工的身影。伊朗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眼中早已无秘密可言。已开打第5天，哈梅内伊的行踪已被以色列送给了美国。特朗普发出了最后通牒，没给伊朗留任何余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确切的知道哈梅内伊藏在哪里，干掉他很简单，他现在是安全的，我们不打算干掉他，至少是现在，但我们不希望导弹袭击美国士兵，我们的耐心有限。而仅仅3分钟后，他又发了一篇贴文，里边只有一句话，无条件投降。以上就是来自美国总统的最后通牒。之前就有消息称，以色列原本在13号的第一波袭击中就干掉哈梅内伊，但特朗普否定了这一计划。而事实证明，摩萨德是有能力定点清除哈梅内伊的。以色列干掉伊朗任何人都可以，甚至包括伊朗总统，但唯独干掉86岁的哈梅内伊需要特朗普亲自点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干掉哈梅内伊几乎就等于全面宣战。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允许以色列干掉哈梅内伊，那么也就意味着也做好了让美军亲自下场直接介入战争的准备。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哈梅内伊，而特朗普是否打算让美军直接下场。可从前面的情况也能看出，美军已经在赶往中东的路上了。好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